如果我告訴你，過去40年來，美國每一次在中東發動戰爭，接下來一定會發生一件事，而且這件事會直接決定你口袋裡的錢是變多還是變少，你相信嗎？在3月，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中東，美國和以色列聯手轟炸伊朗，油價直接衝破了$100大關。很多人以為打仗了，黃金肯定會暴漲，美股肯定會崩盤。但是如果你仔細看看市场，你會發現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黃金漲了一下就不漲了，反而還跌回$5000徘徊。而那個本來應該救市的美聯儲，在3月18日議息會議上，竟然選擇了按兵不動。今天這條影片可能會顛覆你對戰爭與投資的傳統認知。這場美伊戰爭已經徹底打亂了美聯儲原本的降息劇本。很多投資小白還在傻傻的等着降息來拯救手裡的股票，或者盲目的去追高黃金，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今天我會用最簡單的話幫你拆解3件事。第一，降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這場戰爭讓美聯儲陷入了死局？第二，3月18日的議息結果到底釋放了什麼可怕的信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為什麼這次戰爭黃金沒有暴漲？在這個連黃金都失靈的滯脹危機裡，我們普通人到底該如何保住身家，甚至利用富人思維賺到你的第一桶金？這條影片的信息量非常大，我建議你先點讚、收藏，拿好筆記本，我們馬上開始。在講美伊戰爭之前，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降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們要把經濟想象成一個巨大的水池，而美聯儲就是那個控制水龍頭的人。這個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就是錢，控制這個水龍頭開關的工具叫做聯邦基金利率。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比如大家都不消費了，企業要裁員了，美聯儲就會降息。降息就等於把水龍頭擰開，讓更多的水流進水池。銀行借錢的成本低了，企業就願意去貸款擴大生產，老百姓就願意去貸款買房買車，經濟就這樣被刺激起来了。反過來，如果水龍頭開得太大，水池裡的水太多了，東西還是那麼多，那物價就會飛漲，這就是我們常說的通脹。這個時候，美聯儲就要加息，把水龍頭擰緊，把水抽走，讓經濟降溫。所以美聯儲其實一直在一根鋼絲上跳舞，它有2個核心任務，也就是它的雙重使命。第一，要控制通脹，保證物價穩定；第二，要保證大家都有工作，也就是充分就業。這2個任務在平時可能還能兼顧，但現在美聯儲遇到了一個巨大的麻煩。大家看看最新的数据，剛剛公布的2月份非農就業報告顯示，美國經濟竟然失去了92000個工作崗位，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信號，說明經濟正在快速冷卻，甚至有衰退的風險。按照常理，這個時候美聯儲應該立刻降息，打開水龍頭救經濟，對吧？但是他不敢，為什麼？因為通脹這頭猛獸還沒有被關進籠子裡，美國現在的通脹率依然高於美聯儲2%的目標，這就是美聯儲現在面臨的死局。如果不降息，經濟可能會陷入衰退，更多人會失業。如果降息，本來就沒有壓下去的通脹可能會再次爆發。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美伊戰爭爆發了。這場戰爭直接在美聯儲的傷口上撒了一把鹽。上次的影片我們講過，美伊戰爭爆發，伊朗關閉了霍爾木茲海峽，油價直接飆升，突破了$100一桶。美國的汽油均價也比戰前漲了超過25%。油價上漲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所有的東西都要漲價，因為不管是生產還是運輸都需要能源。油價一漲，機票漲，物流漲，超市裡的麵包也要漲，這就等於給本來就居高不下的通脹又添了一把柴。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美伊戰爭打亂了降息的劇本。我們來看看歷史。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和聖路易斯聯儲的歷史数據，過去40年，美國在中東發動的戰爭有一個驚人的規律。從1990年的海灣戰爭到2001年的反恐戰爭，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
每一次美國在中東打仗，引發經濟不確定性和資產價格下跌後，美聯儲最終都選擇了降息來救市。就拿1990年海灣戰爭來說，當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油價從$15暴漲到$41，漲幅高達90%，標普500指數直接跌了近17%。當時的美聯儲雖然一開始很猶豫，聯邦基金利率在1990年7月還高達8.15%，但是經濟實在太痛了，最後還是選擇了保經濟，一路把利率降到了3%。而標普500在油價見頂後的2個月內就反彈了近12%。那這一次美聯儲還會照抄歷史的作業嗎？答案是很難，因為這次的宏觀環境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打仗的時候，美國的通脹並沒有現在這麼高，但現在美聯儲正面臨着最可怕的經濟噩夢——滯脹。什麼是滯脹？就是經濟停滯，大家沒工作，沒錢賺，同時通貨膨脹，物價還在拼命漲，這是經濟學裡最難治的病。1970年代，美國經歷了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滯脹危機。當時的背景和現在驚人的相似，同樣是中東爆發了戰爭，同樣是產油國對西方實施了石油禁運，導致油價在短短幾個月內翻了1倍。當時的美國經濟陷入了泥潭，通脹率最高飆升到了2位數，而失業率也居高不下。老百姓去超市買東西，發現物價一天一個樣，去加油站加油要排幾個小時的長隊，企業賺不到錢，只能大規模裁員。當時的美聯儲也是手足無措，他們一開始試圖通過降息來刺激經濟，結果通脹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徹底失控，後來又被迫瘋狂加息，結果直接把經濟推向了深度衰退。在那個黑暗的10年裡，美國股市可以說是10年如一日的熊市。標普500指數在考慮了通脹因素後，實際購買力腰斬了1半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視，這是美伊戰爭帶來的滯脹風險。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總是壓着相同的韻腳。我們現在面臨的情況雖然還沒有1970年代那麼極端，但是邏輯是一模一樣的。油價的飆升正在像病毒一樣蔓延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如果你還抱着只要跌了，美聯儲就會來救市的幻想，那你很可能會成為這場危機中最慘的韭菜。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到底該怎麼辦？我們來看看剛剛結束的3月18日議息會議到底發生了什麼。3月18日，美聯儲公布了最新的利率決議，結果不出所料，以11-1的壓倒性票數維持聯邦基金利率不變。這是今年1月份之後，美聯儲連續第2次暫停降息。大家要知道，在美伊戰爭爆發前，市場本來是滿心歡喜的預期，今年還會降息2次的。但現在呢，市場預期已經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大家不僅不再指望馬上降息，甚至很多人開始覺得今年可能全年都不會降息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美聯儲怕了。這次會議最值得關注的不是它沒有降息，而是它釋放出的3大信號。第一，今年降息步伐大幅縮水。這次會議公布了2026年首個季度預測點陣圖。那什麼是點陣圖呢？其實它就是美聯儲官員們的底牌。美聯儲有19位高級官員，他們每3個月會進行一次匿名投票，預測未來幾年的利率走向。那張圖是華爾街那些頂級機構最看重的數據，沒有之一。在3月18日公布的點陣圖裡，雖然中位數依然顯示今年還有一次降息，但是鮑威爾在記者會上親口承認，有4到5位官員改變了主意，從原本預測降息2次變成了只降1次。現在19位官員裡有高達14位認為今年最多只降1次，甚至不降息。這說明美聯儲內部正在急速向鷹派傾斜。第二，對戰爭影響的極度不確定。在政策聲明裡，美聯儲直接點名中東局勢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是 uncertain 不確定的。鮑威爾甚至坦白說，現在評估戰爭影響還為時過早。也就是說，連美聯儲自己都迷茫了，他們就像是在大霧中開車，完全看不清前方的路。第三，通脹預期全面上調。美聯儲把2026年的 PCE 通脹預期從去年12月的2.4%直接上調到了2.7%。
這個意味着那些還在苦苦等待美聯儲降息來拯救股市的投資者可能要大失所望了。分析師說得很直白，像伊朗戰爭這種供给冲擊是中央银行的終極噩夢，因為貨幣政策根本解決不了油價上漲的問題。而且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今年2026年還有一個隱藏的定時炸彈——美國中期選舉。歷史數據告訴我們，中期選舉年往往是股市波動最大的一年。根據研究，從1950年到現在，標普500在中期選舉年的平均最大回撤高達17.5%。為什麼？因為選舉意味着不確定性，兩黨為了爭奪選票，各種政策承諾滿天飛。而美聯儲作為一個號稱獨立的機構，在大選年更是如履薄冰。在戰爭、滯脹和選舉的三重壓力下，美聯儲現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拖，按兵不動，走一步看一步。當莊家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出牌，而且還被政治綁手綁腳的時候，市場的波動性就會急劇放大。任何一點風吹草動，比如接下來公布的 CPI 數據稍微高了一點，或者非農就業數據稍微差了一點，都可能引發股市的劇烈震盪。莊家現在自己都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還指望他來救你嗎？在這個時候，很多人會想，既然股市不穩，那我去買黃金避險總行了吧？打仗買黃金，這不是常識嗎？但是如果你最近買了黃金，你可能会非常鬱悶。按照傳統的投資邏輯，大炮一響，黃金萬兩。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的時候，黃金確實迎來了一波暴漲。這次美伊戰爭剛開打的2月28日，黃金也確實衝高了一下，最高摸到了5423美元。但是從3月3日開始，黃金就開始掉頭向下，甚至一度跌破了5000美元大關。為什麼這次黃金失靈了？為什麼戰爭沒能把黃金推向更高？我總結了5個深層原因，這是很多財經新聞不會告訴你的底層邏輯。第一，美元太強了。大家要知道，黃金是用美元計價的。這次戰爭爆發後，全球的避險資金並沒有全部湧向黃金，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跑去了美元。美元一走強，就壓制了黃金的價格。這跟俄烏戰爭時不一樣，那時候大家怕美國制裁，都在搞去美元化，所以瘋狂買黃金。但是這次美元本身成了這次的避險工具。第二，利率預期的改变。剛才我們說了，油價暴漲導致通脹預期上升，市場覺得美聯儲不僅不會降息，甚至可能加息。黃金是不升息的資產，如果銀行的利息變高了，大家持有黃金的機會成本就变大了，自然就不願意買黄金了。第三，流动性拋售的 margin call 效應，這個很關鍵。戰爭導致股市大跌，很多用槓桿炒股的機構和散戶爆倉了，需要補交保證金。他們手裡沒現金怎麼辦？只能把手裡還能賣掉的東西賣掉，而黃金流動性最好，所以就成了被拋售的對象。這在2008年金融海嘯和2020年疫情初期都發生過。黃金在危機初期往往会跟着股市一起跌，這叫流動性枯竭。第四，黃金戰前已經漲太多了。大家不要忘了，從2024年初的2000美元到2026年初的5000美元，黃金已經漲了整整1倍多，上漲的空間已經被提前透支了。第五，市场預期戰爭會短期結束。有些聰明錢認為這場衝突雖然激烈，但可能不會演變成持久的全面戰爭，所以沒有進一步推高長期的避險需求。所以你看，投資不是簡單的1+1等於2，不是說打仗了就無腦買黃金，你必須要看懂背後的宏觀邏輯。雖然瑞銀等機構依然看好黃金年底能到6200美元，但我一直強調，黃金在你的投資組合裡應該是作為戰略底倉來對沖極端風險的，而不是用來短線炒作賺快錢的。如果你在5400美元的高位追進去，現在肯定很難受。那麼在這樣一個降息預期落空，黃金都暫時失靈的滯脹環境下，我們普通人到底該怎麼辦？難道只能眼睜睜看着財富縮水嗎？其實戰爭和滯脹只是硬幣的一面，硬幣的另一面是一場正在悄然發生的市場結構大洗牌。我年輕的時候經歷過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也經歷過2000年的科網泡沫。我曾經2次輸光所有的本金，那種絕望的感覺我太懂。但正是那2次慘痛的教訓，讓我悟出了一個道理，也是我今天能實現財務自由的核心秘訣：真正的機會永遠誕生在冬天。現在市場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雙重衝擊之中，一方面戰爭引發了能源危機和滯脹恐慌，很多傳統行業的成本飆升，利潤被吞噬，但另一方面AI 還在以驚人的速度重塑整個市場結構。高盛最近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 AI 正在重寫市場領導格局，甚至直接顛覆了傳統的 SaaS 商業模式。而紐約梅隆銀行在最新的2026年 AI 轉折點報告中也明確指出， AI 已經從理論潛力進入了需要證明的階段。物理 AI， 比如機器人、自動駕駛和代理 AI 正在大規模落地，這意味着舊的贏家可能變成輸家，而新的贏家正在誕生。這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市場結構大洗牌。在現在這種充滿恐慌和不確定性的市場裡，人性的弱點會被無限放大。第一種弱點是羊群效應，看到別人都在拋售股票，看到新聞裡天天喊着戰爭崩盤，你就忍不住想把手裡的優質股票也賣掉。你覺得跟着大家走總是安全的，但是你忘了，在股市裡永遠是少数人賺錢，多数人虧錢。當你和95%的散戶做出同樣決定的時候，你已經注定要成為那95%的輸家了。第二種弱點是锚定效應，一只股票從100塊跌到50塊，散戶覺得太便宜去抄底，跌到20塊受不了就割肉。他完全不看這家公司的基本面是不是被 AI 赋能了，或者是不是被戰爭情緒錯殺了。如果一家公司擁有強大的 AI 護城河，它的內在價值依然是100塊，那跌到20塊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這就是我們逆向價值投資者的思維。第三種弱點是急於求成，大家都想一夜暴富，今天買進去，明天就想漲停。但是在滯脹的冬天裡，市場是非常殘酷的。好公司被錯殺後，需要時間來證明自己。如果你沒有足夠的耐心，沒有長期安心的心態，你根本熬不到收穫的那一天。這就是我獨創的10倍股3階段框架裡的第1階段，被市場錯殺看漏。大家記住，富人和窮人最大的思維差異就在這裡。窮人喜歡在第3階段，也就是股票被炒得滿天飛，大家都在講故事的時候衝進去接盤，而富人永遠是在第1階段，也就是大家都恐懼戰爭或者某些真正受益於 AI 的好公司被市場看漏的時候，悄悄地用極低的價格買入。因為在第1階段買入，你的成本極低，安全邊際極高。只要公司基本面沒問題，等市場情緒恢復，或者它的盈利能力在第2階段被驗證的時候，股價翻倍甚至漲10倍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這就是我說的長期安心、超級盈利。在現在這種不明朗的環境下，你不能再去盲目追逐那些連盈利都沒有、只會講故事的科技股。你要用生意人的眼光去選股。你要找什麼樣的公司？你要找那些即使在通脹高企、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依然能保持強勁現金流、有定價權，並且能夠利用 AI 技術大幅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的好公司。就像我常说的，在沙漠裡，你要找的不是跑得最快的骆驼，而是自帶水袋的骆驼。我知道聽起來很有道理，但是做起來很難。因為克服人性中的恐懼和貪婪是投資中最難的一課。沒人會無證駕駛，但是很多人卻在沒學過投資的情況下，把辛苦賺來的身家全部投進股市。這不是投資，這是賭博。如果你想在這個動盪的時代保住身家，甚至像我一樣在危機中找到翻身的機會，賺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你就必須要有一套系統的投資框架。為了幫助大家少走彎路，去賺那95%散戶輸掉的冤枉錢，我把這30多年來的投資經驗，特別是如何系統性的找出這些被錯殺的10倍股的方法，總結成了一堂60分鐘的10倍股公益課。
在這堂課裡，我不僅會教你如何用生意人的眼光看懂公司的基本面，更重要的是，我總結了普通投資者最常犯的10個致命錯誤。只要你避開這10個坑，你的投資回報就能立刻提升一個檔次。這堂課是完全免費的，我強烈建議每一個想在股市裡賺錢的朋友都去點擊影片下方資訊欄的鏈接報名學習。投資先求知，這是你對自己財富最負責任的做法。記住，宏觀是我們必須要承受的，但微觀才是我們能有所作為的。與其每天盯着新聞焦慮，不如靜下心來，好好研究幾家好公司。危機危中有機，別人看到的是恐懼，我們看到的是黃金。只要你掌握了正確的方法，這場美伊戰爭引發的滯脹危機絕對不會是你財富的終點，而將會是你實現階層躍升的起點。你覺得在目前的滯脹環境下，哪個行業最有可能誕生下一個10倍股？是能源、醫藥還是其他板塊？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你的看法，我們一起集思廣益。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讓更多人看到。我們下條影片再見。